大家好，最近全世界都在狂欢，为了什么？为了 AI， 所有人都在盯着英伟达的股价，讨论着 GPT-5 又会多么强大，好像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一个无所不能的科技乌托邦。但今天，才哥要给所有人泼一盆冷水，一个非常反常识，甚至有点惊悚的观点。AI 的尽头不是星辰大海，而是停电。你没听错，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芯片上，但真正的屠刀，那把悬在全球 AI 产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本不是芯片的算力，而是你家墙上那个小小的、毫不起眼的电插座。这听起来很荒谬，对吧？别急，我先给大家打个比方，一听就懂。想象一下，你买了一台全世界最顶级的超级跑车，法拉利、兰博基尼，随便你说，它的引擎是 VF2 的，0-100加速只要2秒，性能炸裂，你开着它，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之王。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一个要命的问题，全世界的加油站都开始限量供应98号汽油了，甚至有些加油站直接关门了。这时候，你这台千万级的跑车在路边趴着，跟一堆废铁有什么区别？它再快的速度，再强的引擎，没有了能源，一切都等于零。现在，我们把这个比喻放大到全球格局，这台超级跑车就是我们今天热得发烫的 AI 产业，是那些由成千上万张英伟达 H100显卡组成的算力集群。而那个日益枯竭的加油站，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不堪重负的全球电网。所有人都在为跑车的性能欢呼，却没有人注意到油箱马上就要见底了。这就是英伟达、OpenAI 这些巨头绝对不会在发布会上告诉你的残酷真相。为什么？因为这场由 AI 引发的能源吞噬战正在悄悄地把我们所有人拖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资源大洗牌。我们来看几个数据，你就会明白这场危机有多么迫在眉睫。首先，一个 ChatGPT 的普通用户每天跟他聊聊天，问问问题，他消耗的电量是普通家庭用电量的多少倍？答案可能会吓你一跳，是10倍以上。这还只是最基础的应用。我们再看那些真正驱动 AI 的巨兽，数据中心。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到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将超过1万亿度。这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约等于整个日本全国1年的用电量。一个国家的电就这么被算没了，而这仅仅是开始。马斯克最近有个预测，他说未来2年内 AI 行业将从缺芯片转向缺电。你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吗？我们再看一个更惊人的数据，你知道训练一次 GPT-4 需要耗费多少电力吗？答案是超过1200万度电，这足够一个美国家庭用上1000年。而未来 GPT-5、GPT-6 的训练，这个数字只会呈指数级增长。好了，问题来了，需求如此爆炸，我们的供给跟得上吗？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全球的电力系统就像一个年久失修的老旧水管，一方面，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超过70%的输电网络和变压器寿命已经超过25年，老化严重，随时可能爆管。另一方面，全世界都在搞绿色转型，关停了大量稳定的火电、核电站，转向不稳定的风能和太阳能，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死亡螺旋。AI 这个吞电巨兽的需求在疯狂膨胀，而我们的电力供应系统却因为老化和能源转型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稳定。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未来的电力将不再是像自来水一样廉价易得的公共资源，它会变成一种战略资源，一种稀缺品，就像今天的石油和高端芯片一样。当一种资源变得稀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错，战争，一场围绕电力霸权的芯片新战争。你可能会觉得，才哥，你是不是在危言耸听？一个电力问题怎么会引发战争？朋友们，历史的剧本总是在不断重演。我们把时钟拨回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发生了什么？石油危机，因为中东战争，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宣布石油禁运，油价一夜之间暴涨4倍。结果呢？全球经济陷入大滞胀，无数企业倒闭，普通人的生活成本飙升，汽车工业、航空业，所有依赖石油的产业都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你看，
这剧本是不是很熟悉？当一种底层的基础的能源突然变得稀缺和昂贵，它打击的绝不仅仅是能源行业本身，而是会像海啸一样席卷整个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当年的石油就是今天的电力，当年的汽车飞机就是今天的 AI 和数据中心。70年代的石油危机让美国彻底明白了控制全球能源通道的重要性，也因此催生了石油美元体系，让他们可以坐享几十年的全球霸权。那么今天，当电力成为新的石油，你觉得那些全球棋局的顶级玩家们会无动于衷吗？他们会眼睁睁看着别人卡住自己 AI 产业的脖子吗？绝对不会。一场围绕电力资源的全球暗战已经打响了，谁能提供稳定、廉价的电力，谁就能吸引全世界的 AI 算力，谁就能在下一个科技时代称王称霸。所以，现在我们能看清整张牌局了。真正的猎手是谁？是那些能够掌控能源生产和电网建设的国家和资本巨头。他们正在全球范围内悄悄地布局新的能源资产，比如下一代核电站、大规模储能设施，甚至直接投资电力公司。真正的金融核弹是什么？不是 AI 泡沫本身，而是由电力短缺引爆的算力成本危机。当电费飙升，当数据中心因为缺电而频繁宕机，那些依赖云服务的科技公司，他们的利润会被急剧压缩。今天你看到的所有 AI 概念股的疯狂估值，都建立在一个廉价电力的假设之上。一旦这个地基崩塌，上面的万丈高楼瞬间就会灰飞烟灭。那谁是猎物呢？第一类猎物是那些能源无法自给自足、电网老旧，却又想在 AI 浪潮中分一杯羹的国家。他们会发现自己花高价买来的芯片，最后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电而变成一堆昂贵的砖头，他们的 AI 产业将被釜底抽薪。第二类猎物就是我们这些被 AI 狂热冲昏了头脑的普通投资者。我们追涨杀跌，为英伟达的每一个新高而欢呼，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场游戏的底层规则正在被悄悄改写。当电力危机全面爆发，引发算力成本危机，最终导致科技股崩盘时，我们就是最后一批接盘侠，成为被收割的韭菜。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到一丝寒意。没错，看清棋局的人总会比局中人多一份清醒。如果你不想在这一次由能源危机引爆的财富大洗牌中成为那个被收割的牺牲品，如果你想知道当危机来临时，哪些资产会成为新的避风港，哪些领域又隐藏着普通人跨越阶层的巨大机遇，这些深度的逻辑和具体的应对策略，我在我的内部课程宏观变局下的财富罗盘里做了非常详细的拆解。这个课程是我花了大量心血把我过去10年看透资本棋局的底层心法浓缩成的精华。它不会教你明天买哪只股票，而是教你一套思维框架，让你能像我一样从公开信息中看懂那些水面下的真正交易。因为精力有限，我没办法一对一地回复所有人的问题，所以这个课程是我能给大家的最好帮助。但请注意，为了保证课程质量和社群的深度交流，财富罗盘即将在本月底停止招募，未来是否再次开放还是个未知数。现在我为我的频道观众争取到了最后100个免费体验名额，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你就可以立即锁定席位。记住，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务必帮我点个赞，这样这支影片就会自动保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方便你反复观看，消化里面的每一个细节。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次看清真相的机会。好了，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AI 的狂欢之下，隐藏着一场全球性的电力危机。这不仅仅是能源问题，它正在演变成一场围绕算力成本的金融绞杀战。谁掌握了廉价而稳定的电力，谁就掌握了下一个时代的石油美元。而那些只盯着芯片，却忽略了电插座的人，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可能成为这场盛宴的买单者。记住才哥的话，当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狂奔时，你一定要停下来，看看他们脚下的路会不会突然塌陷。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电力如此重要，那些手握重金的科技巨头，比如微软、谷歌、亚马逊，他们真的会坐以待毙吗？他们正在秘密进行什么样的能源布局？
下一期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些科技巨头们不为人知的 B 计划，那将是决定未来10年科技格局的重中之重。我是财哥，一个只跟你说真话的财经评论家，我们下期再见。